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们的频道，我是卡卡。我是 Coco， 我们是两个生活在加拿大90后。去年1月，我们从生活了10多年的 Alberta 省会 Edmonton 搬到了温哥华。刚搬来的时候，我们对于新生活感到无比的兴奋，但是蜜月期过后，我们也遇到了不少的问题，尤其是过去1年，面对高通胀、高利率，生活多多少少都有点不如预期。这期节目我们会复盘一下搬家到温哥华第1年的体验。节目的第一部分我们会讲讲温哥华的优点到底有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第二部分我们会谈一谈过去1年我们观察到的挑战。第三部分我们会总结一下搬家温哥华后悔了吗？希望这期节目可以帮助到正在考虑搬家的你。那我们就话不多说，先讲一下优点吧。温哥华温暖的气候是在加拿大独一档的，冬天的气温大部分时间都在0度以上。对于在加拿大中部长居多年的我们来说，温哥华冬天算是非常温和了。1年的居住体验下来，温哥华被吐槽的最多的雨季，感觉也完全在我们的接受范围之内。除了温暖的冬天之外，温哥华的餐饮当然也让我们非常满意。众所周知，温哥华的中餐和日餐都是做得非常好的。刚来的时候，我们也尝了很多不同的餐厅，只要是老店，味道都是挺不错的。最让我们惊喜的是，这里的美食广场真的是卧虎藏龙，很多店都是便宜方便又好吃。温哥华背山面水，既有延绵不断的壮观山景，也有一望无际的开阔海景。天气好的时候，开车在海边行走，感觉窗外的风景比很多国家地理杂志拍出来的照片还要漂亮。现在只要出太阳，我们都会开车出去兜兜风，看看风景，放松一下心情。过去1年，我们在室外活动的时间要比以前多得多。一来是冬天比较短，也比较暖，可以待在室外的时间比以前长；二来是温哥华的户外活动选择也比较多，周围都被雪山包围，冬天可以滑雪，夏天也可以出海或者海边钓鱼玩水。当然，平时还可以沿着海边骑车散步。正是以上这些优点，让温哥华成为了世界上最宜居的城市之一。我们选择搬家到这里，也是冲着这些优点来的。总的来说，温暖的冬天、便利的生活、优美的风景和丰富的户外活动，一点都没有让我们失望。说完了优点，我们来说说这1年生活下来发现到的缺点吧。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里的消费很高。温哥华的房价是全加拿大最高的，不断涌入人口导致租金也在不断上涨。感觉很多像我们这样刚刚搬到温哥华的人，都把收入里很大的一部分拿去交房租或者还房贷了。除了住房成本高之外，这里还有很多隐形的消费，比如说这里的销售税是12%，还有汽油和天然气里的碳税也要比我们之前居住的阿尔伯塔要高不少。除此之外，感觉这里的餐厅对小费的期待还是挺高的。现在为了省点小费，我们出去吃饭都是基本上选择在美食广场里解决了。其实这些额外的开销在搬过来之前我们都有考虑在内的，但是不断上升的利息和物价却是出乎我们意料的。当然，加息和物价上涨这2点是全加拿大甚至是全世界都是在面对的，但是其实温哥华的居民是全加拿大受影响最大的。首先之前有提到，温哥华的房价是全加拿大最高的，也就是意味着温哥华居民背负的房贷可能更高。2022年初，浮动利率只要1点几，现在浮动利率至少也要5%以上了。如果有50万房贷的话，每个月的利息就要比1年前至少多1600了。据我所知，很多去年房市火热的时候买房的人，房贷远不止50万了。BC 的通胀也是全加拿大名列前茅的。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报告显示，2023年2月 BC 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要比去年2月上涨了6.2%，加拿大的平均水平是5.2%，多伦多所在的 Ontario 是5.1%，而我们之前常居的阿尔伯塔则是3.6%。老实说，2022年我相信大部分和我们一样刚刚搬来温哥华的人都饱受高利率和高通胀的折磨。过去1年里，除了花费比以前高出来很多之外，最让我惊讶的是这里的竞争还非常激烈。前面提到温哥华好吃的餐厅有很多，但是一到周末，稍微好吃一点的店都是要排队的。我原本以为搬到温哥华之后，周末可以常常去喝喝早茶，但是好吃一点的早茶，提早1个星期定位都不一定能约上比较好的时间。
哪怕是提早预定，到了现场其实还是要等上一阵的。加上吃早茶的人真的太多了，服务员感觉都完全忙不过来。久而久之，我们这半年都没怎么吃过早茶。此外，据我观察，如果在周五、周六饭点的时候，一个饭店没有坐满的话，这个店多多少少都会有些让人不满意的地方。所以，为了不用排队又能吃好点，我们现在周末基本上都是买菜回家做饭的。但是周末去买菜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每次去大统华都是人山人海，感觉像打仗一样。如果遇上节假日的话，想买点海鲜，单单排队买海鲜都至少要排上大半个小时。Superstore 和沃尔玛这样价格亲民的超市也是一样，要和别人抢车位，排很长的队才能结账。Costco 就更加不敢去了。搬来温哥华没多久之后，我们就把 Costco 的会员卡取消了。除了想吃好东西要排队之外，温哥华的医疗资源竞争也是很激烈的。主要原因是外来人口不断涌入温哥华，医疗资源是完全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的。此外，在 BC 从医的收入是不如 BC 邻近的省份的。根据加拿大政府的数据显示， BC 的注册护士中位数收入为42加元每小时，比邻近的阿尔伯塔要低3块钱每小时。医生的收入就更加夸张了，在有数据统计的省份里，在 BC 当医生的收入是全加拿大最低的，而且远低于全国水平。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像我们这样刚搬到温哥华的新居民，想找一个满意的家庭医生，难度还是很大的。在温哥华开车也是一件比较让人头疼的事情啊。首先，在这里开车成本会很高，这里的车保险被 ICBC 垄断了，保费自然也会相对高一点。温哥华的油价也是全加拿大最高的，去年整个夏天，油价基本都维持在2.5加元一升以上。很多人会说开电车就可以把油费省下来了，但是买电车一点也不便宜啊。除了开车成本高之外，这里开车出门也会比较难，可能是百物腾贵、竞争激烈的原因吧，大家都感觉很赶时间。无论你在路上开得有多快，都永远会有车嫌你开得慢。有时候 stop sign 稍微停久一点，都会被后面的人嫌弃。而且这里的司机素质也是参差不齐。过去1年，我在路上看到千奇百怪的开车方式，真的每次都能刷新我的认知。最让我头疼的是，冬天一下雪，整个城市就瘫痪了，路面的积雪基本上铲不过来，大部分的车都没有雪胎，加上很多司机都没有下雪天开车的经验，每次下雪，交通要道都肯定会发生意外。去年冬天就有不少人在路上堵了10几个小时都回不了家，所以现在只要一下雪，我们就肯定不会出门。温哥华的治安问题也是比较让我们担心的。我们过去1年听到很多人车玻璃都被砸了，虽然被砸玻璃都是保险赔的，但是我相信没有人愿意玻璃被砸的。所以我们现在每次下车都要检查一遍车里的东西有没有清空，有时候停在比较杂的区域，还挺担惊受怕的。那到底搬家有没有后悔呢？说完全没有肯定是骗人的，多多少少有几个瞬间都会想，如果当初没有搬家，现在生活应该有多轻松啊。但是总的来说，其实搬家之后大部分时间都是很开心的。我相信每个城市都有它的优点和缺点，我们和大部分人一样，都是希望追求更好的生活。如果不是在稍微年轻的时候逼了自己一把，估计等生活更安稳的时候再想动身搬家，那时候就更难了。开启一段新的生活，过了蜜月期之后，会遇上一段磨合期，也是很正常的。我相信，随着我们对这个城市的进一步了解，很多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都会慢慢变得不那么重要。暂时来说，我们还是比较满意我们这次搬家来温哥华的决定的。更何况在加拿大搬家其实也不是一件难的事情。假如遇上了无法解决的问题，也是可以随时搬到生活压力更小的地方的。搬离温哥华肯定是要比搬来温哥华简单的。不知道观众朋友们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分享我们的视频给打算搬家到温哥华的朋友观看。那我们这次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咱们下次再见，拜拜。